掩不住高山流水，岁月的疾驰遮不住江风渔火。时代的澎湃脉动着我们的传承，未来的呼啸充盈着心中的力量。以敬畏与谦卑之心，富有诗意与温度，表达人性，闪耀光芒，衔接过去，启迪未来。知美学堂传承中国艺术之美。中国人爱玉已有万年之久，商朝人对玉更是情感浓烈。近年解密发现，商朝王后妇好逝世曾佩戴祖玉佩入殓。今天我来介绍一下3000年前的商朝人，他们都制作过什么样的玉器，以及他们是怎样理解玉器、鉴赏玉器的。都市的喧嚣掩不住高山流水，岁月的疾驰遮不住江风渔火。时代的澎湃脉动着我们的传承，未来的呼啸充盈着心中的力量。以敬畏与谦卑之心，富有诗意与温度，表达人性，闪耀光芒，衔接过去，启迪未来。知美学堂传承中国艺术之美。中国人爱玉已有万年之久，商朝人对玉更是情感浓烈。近年解密发现，商朝王后妇好逝世曾佩戴祖玉佩入殓。今天我来介绍一下3000年前的商朝人，他们都制作过什么样的玉器，以及他们是怎样理解玉器、鉴赏玉器的。都市的喧嚣掩不住高山流水，岁月的疾驰遮不住江风渔火。时代的澎湃脉动着我们的传承，未来的呼啸充盈着心中的力量。以敬畏与谦卑之心，富有诗意与温度，表达人性，闪耀光芒，衔接过去，启迪未来。知美学堂传承中国艺术之美。中国人爱玉已有万年之久，商朝人对玉更是情感浓烈。近年解密发现，商朝王后妇好逝世曾佩戴祖玉佩入殓。今天我来介绍一下3000年前的商朝人，他们都制作过什么样的玉器，以及他们是怎样理解玉器、鉴赏玉器的。都市的喧嚣掩不住高山流水，岁月的疾驰遮不住江风渔火。时代的澎湃脉动着我们的传承，未来的呼啸充盈着心中的力量。以敬畏与谦卑之心，富有诗意与温度，表达人性，闪耀光芒，衔接过去，
启迪未来。知美学堂，传承中国艺术之美。中国人爱玉啊，已有忘年之久；商朝人对玉更是情感浓烈。近年解密发现，商朝王后妇好氏氏曾佩戴祖玉佩入殓。今天我来介绍一下3000年前的商朝人，他们都制作过什么样的玉器，以及他们是怎样理解玉器、鉴赏玉器的。都市的喧嚣掩不住高山流水，岁月的疾驰遮不住江风雨火。时代的澎湃脉动着我们的传承，未来的呼啸充盈着心中的力量。以敬畏与谦卑之心，富有诗意与温度，表达人性，闪耀光芒，衔接过去，启迪未来。知美学堂，传承中国艺术之美。中国人爱玉啊，已有忘年之久；商朝人对玉更是情感浓烈。近年解密发现，商朝王后妇好氏氏曾佩戴祖玉佩入殓。今天我来介绍一下3000年前的商朝人，他们都制作过什么样的玉器，以及他们是怎样理解玉器、鉴赏玉器的。都市的喧嚣掩不住高山流水，岁月的疾驰遮不住江风雨火。时代的澎湃脉动着我们的传承，未来的呼啸充盈着心中的力量。以敬畏与谦卑之心，富有诗意与温度，表达人性，闪耀光芒，衔接过去，启迪未来。知美学堂，传承中国艺术之美。中国人爱玉啊，已有忘年之久；商朝人对玉更是情感浓烈。近年解密发现，商朝王后妇好氏氏曾佩戴祖玉佩入殓。今天我来介绍一下3000年前的商朝人，他们都制作过什么样的玉器，以及他们是怎样理解玉器、鉴赏玉器的。都市的喧嚣掩不住高山流水，岁月的疾驰遮不住江风雨火。时代的澎湃脉动着我们的传承，未来的呼啸充盈着心中的力量。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以及线上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知美学堂中国艺术之美系列大家讲坛第6季第4讲的讲座现场，我是知美学堂的主持人韩占宁。知美学堂系列是由深圳图书馆、深圳市亚洲童广告有限公司主办，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的
以传播中国艺术之美为宗旨的品牌活动，旨在打造成为深圳高端特色文化品牌，推动深圳在创意、设计、人文、艺术等方面发挥持续的影响力。知美学堂创办于2018年，以中国艺术、绘画、书法、手工艺、文房、园林、陶瓷等传统艺术之美与工艺之美为内容，邀请国内外各领域名家大师亲临主讲，促进传统美学文化的传播和继承，以知美之酒杯润泽生活，烛照未来。本季知美学堂依旧名家云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著名考古学家、南方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唐吉根先生。唐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啊。唐吉根先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青铜时代，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发表各类文章160余篇，出版考古论著13部，获得过夏乃考古学奖1等奖、郭沫若历史学奖1等奖、中国考古学会优秀社科成果金鼎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社科成果奖，以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杰出科研成果奖等诸多荣誉。本场讲座，唐吉根先生的演讲主题为“商代玉器美的背后”。因为中国人爱玉已逾万年之久，夏朝人对玉更是情感浓烈。今年解密发现，商朝的王后妇好是事实，曾佩戴祖玉入殓。所以今天的讲座，唐吉根老师就为我们介绍在3000年前的商朝人的玉器品类、玉器制作，以及他们对玉的理解与鉴赏。实际上，这个唐吉根老师也是我们系列讲座的老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视频里，那我们在龙岗区的美谈节目里，那个唐老师已经给我们讲过商代的青铜器。那么这次来讲商代的玉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唐吉根教授。好，线下的老朋友、新朋友，线上的老朋友、新朋友，我很喜欢知美学堂那几句话，叫衔接过去，奔向未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啊，就是如果是远看的话没什么，但是走近的话，其实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我曾经在有的演讲里头讲到过，比方说我们叫关照，当然我有口音啊，关是关怀的关，关照，关照，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就是我关怀你，你来关心我一下。但实际上关照它本身是跟古代的这个入关啊、出关有关系。比方说这个祝福，祝福本身也是跟甲骨文里头一些文字相关，所以祝福就是一个人哈，他跪在一个祖先的神位前面，然后念念有词等等，都跟今天相关。只要你稍微贴近一下过去，其实你觉得今天其实从远古走过来的，这个我感触比较深。那么上一次呢，我在知美学堂讲过一下青铜器，这次呢，我想我应该讲一下玉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玉是一个特殊的传统。当然了，世界上不止中国人爱玉，你比方说中美洲、南美洲的人他也爱玉，只不过他们爱的是硬玉，是翡翠，而中国爱的是软玉，就是我们说的用这个就是传统的话讲叫美石，但是呢用这个就是我们地质学的话讲叫阳起石、透闪石系列的那种矿物。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国家用玉从什么时候开始哈。这张幻灯片是我这个随机抓取的一些史前时期的玉器，我底下标了它的年代，是大概齐标的，不是那么的精确，所以我用那个4000加、5000加等等这样的一个。或者5000减这么一个比较粗放的概念。这个里头大家看这一件，就是最左上角这一件，这件是8000，但是实际上我们
我说过一句话，我说中国人用玉有万年之久，因为我们国家最早的玉现在是发现在这个黑龙江的这个小囊山，那个是1万年，它那个器型跟那也很像，也是这么个东西，大概是人的这个耳朵上穿的那个耳撅，那么一直就从1万年开始到8000年，那么一直到这个后来，到商代，就这个用玉传统就没有这个断过。那么这里头呢，如果大家关注器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很多跟礼有关，有部分是跟装饰有关，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别出来？要不试一下，哪些跟装饰有关，哪些跟祭祀或者跟礼有关？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先把年代跟它淡化掉，我们就看这个器型哈。毫无疑问，中间这3件，这4件大的，就是中间啊，靠下这4件大的，那都跟神相关。我们把它叫礼器，比方说玉猪龙，红山文化的，对吧？这个林家滩文化的中间的这个玉人，还有那件玉琮，以及底下那件玉刀，3孔刀，都跟祭神有关，这是考古学界的一个结论了。那么当然右上角那个也跟礼有关，但是呢上面那一件哈，那件应该是发簪子，可能跟身上这个束发有关哈。那件跟耳朵有关，右下角那一件呢，可能也是插到头上的。虽然是装饰，是这个人身上的饰品，但是它不是普通人的拥有的，因为它这种材质特别的珍贵，所以它也是有身份，也跟你有某种间接的联系，对吧？总之呢，这种玉的这个选取，不管是器型还是材料，都不是普通的，所以这些玉器你看到没有，都比商王朝要早，这个样子。好了，那么我们如果把它记到心里头，记上几个概念。第一个，玉是一种好的材料，对吧？它的硬度，我估计在座都知道，硬度是6到6.5之间，对吧？一般的玉硬度一般是这个样子了，有的可能如果把蛇纹石算成玉的话，会软一点，是吧？如果是硬玉的话，当然更高一点。但是我们说的是软玉。那么它的颜色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又有几个物理特性，是吧？硬度、润度，还有颜色，还有透明度，还有比重等等，它都很特殊。所以玉这种材料在我们一般的地表上啊，有特定的分布区域。古人就发现这种材料以后，把它拿过来，发现玉只能磨，不能打击，一打击就崩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宁为玉碎嘛。你如果玉器你就打它崩，它就崩裂了。所以玉只能磨，叫琢磨，这是它的物理特性。但是呢，它的这个如果把玉器拿过来加工以后，它就随着人的设计，随着人的形状，这个形状的诉求就改变了。改变了以后，就服务于人类，就是把这种特殊的材料变成人所期待的那个样子，然后服务于人类，这就是玉器。那么前世纪大概这个样子。这个为什么我把它放到这呢？再看这个仰韶中期的一个5500到5000年，是河南灵宝西坡的。这个东西大家看上去不是黑色的吧？如果大家去过石峁遗址，陕西那个石峁神木那个，就中间有几件就神木的哈，这上面那个是个神木庐山峁的等等，这个是神木庐山峁的，神木的那个石峁遗址也是很多的玉，就这种发黑的，所以它按照美的观念，它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颜色，一般也把它算到玉里头，这个样子。好了，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印到脑子里之后，你就会获得一个什么印象呢？材料、颜色、器型，
有这样的材料吧，这样的感觉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到了商代是什么样子啊？你看，到了这是3000年之前的啊，比商王朝早。如果一到了商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看，你就会发现中间的那个红框里头那些玉器是商代的，就中间啊，这些是商代的，而周边这些都比商代要早。这是我特意这么做出来的，当然我不像这个韩老师一样做得很美啊，但是我是表达出来了，就周边的这些玉器都更早，往往跟祭祖祭神有关，也有一部分是服务于人的身上啊，做饰品。比方说这几件啊，释迦河遗址的，他们都戴着这样的帽子，对吧？都戴着一种帽子。然后注意哈，都有耳环，看到吗？耳朵上都有耳环。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才会这样，因为一般人他不可能就是说要戴个帽子或者一个耳环，因为史前的时候，他如果有帽子的话，这表示特别特别的讲究。因为我们现在脱帽好像是很礼貌，但是古人讲就是一定要正衣冠，就把帽子戴上才礼貌。所以他戴帽子，这就不同寻常了。刚才我有一个这个我在其他地方讲过，就这个人是不是也戴帽子了？他也戴帽子了，而且的话呢，他还有几个特点。这个人他的手是这个样子，把手贴到这儿。你要这么一做，你就会知道这个动作很难做的。这个手必须两个肘啊要并到一起，看到吗？基本上要在一起，很难做的，所以它是个很难做的动作。再看呢，他那个手上看着一道一道，这个手上一道一道，实际上就是一圈一圈的，这个就是叫臂穿啊。这在林家汤的墓葬里挖到过骨头，那个骨头躺在那手上就一圈一圈的臂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戴上了帽子，做一个特别高难度的动作，手上还带了一大堆这样的东西，特别的正式。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祭神，就是跟神、跟礼制相关的礼器，这个也没有问题哈。然后我们又回到这个，那么这一堆呢，你看我这专门用了3件，这个叫玉琮，被认为是这个祭地的哈。玉琮上有这个图案，看到没有？一个人骑在一个手上，一个动物上。这个就是玉钺，玉钺里边也有这个符号，跟这一模一样。还有这件也是一样，一个戴着大帽子的一个人，跟这一样，骑在一个兽上。他表示说，一个神啊，骑着兽从天上下来了。所以钺就代表权力，是跟就他的权力滔天，我们叫这个人权力滔天或者权力通天，大概跟这有关系了。所以这些也是跟礼制相关的，当然那件是祭天的，等等。所以这些都跟你看，包括这些都是跟祭神祭祖或者跟礼制相关。可是到了商代以后，它就有点小区别了。为什么呢？你看商代中间那个红线里头。做了个玉人，这个人还没戴帽子，这个人随意的这个坐在底下，但这个叫基座是吧？膝盖着地，基座坐在那，然后呢做了个玉虎，但有个玉钺，然后呢这个玉钺跟这个梁柱的玉钺是不是有相通呢？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它跟史前的关系。然后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中间带个窟窿的这一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我这个看得到吗？这个老虎上面那件，一个这样的鸟，一只鸟，很小很小。然后还有这条，我们叫 C 龙哈，还有玉象这样的，这么一些东西。所以你看啊，从史前时期大量的礼玉，就是跟神相关的玉，到了商代以后就变成了既有跟神相关的。也有跟生活相关，它的形态就很这个多样了，而且做得更加的这个，你看老虎也好，象也好，还有人也好，它又更加写实。大概这就是商代玉器的特征。但是商代玉器远远不止这些，我们再看一点啊。好，但我们再看，
接下来呢，我就讲商代到底怎么回事。刚才这看完以后，我们再看商代的玉器。我们先讲商代玉器的分类。那么商代玉器当然甲骨文里头肯定有关于商代玉器的信息，对吧？那么我就截了一点关于甲骨文关于玉的这个记录，大家看，这是甲骨文的跟玉相关的。那甲骨文的玉这么写了哈，这么写。那比方说我们看，从我这一张哈，我们从这个地方从我这边数1、2、1、2、3、4、5，我们数第5，从我这数这张哈，从我这边数第5排，第五列啊，甲辰卜、甲辰占卜啊，这个阙或者读翘啊，阙征，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底下有一个这个丝，看这两个那个丝，看到没？那个丝字，丝玉是吧？然后这个隐若，这个后边有一个二告再往二告，这里面就这边再往前面那个9505，你看征。最后有征，这边是个记名，下面就有大玉，对不对？大玉，也就是他商朝人对玉的这个记录呢，他没有，就是他记得比较的粗泛，但是他一定会去记它。那么他除了记这种玉之外，还有对玉各种各样的名称。你比方说这个，这个字，像这个字，对吧？还有这个字。这个字都是对玉的形态的描述。当然，我底下那一行大家可以自己看哈，这还有奏玉的这样的概念，奏玉啊，还有这个我玉，就种种这样的描述。那么这个里头看到商朝的人对玉，他就是有很多的记录。那么这些记录呢，不能够给我们特别清晰的具体的印象，所以我们还要看它的器物，看。刚才我说，从各种祭祖的玉，或者神玉，或者礼玉，回到商朝的时候，这个你看到商朝的玉好多种，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玉干什么用的呢？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我画了一条红线，红线的上方好多龙吧，是吧？是龙跟虎是吧？像这个是虎了，这边是虎，这边是龙，然后这个底下呢？它也有龙跟虎，但是呢，它的区别是什么？你看这个地方有个眼，有个洞，这个有个洞，那么这也是一个带鳞的一个动物。你看是龙还是虎呢？你可以自己去猜想。这件把它倒过来也是一样了，这件倒过来，这件也是一样。这是虎，这是虎，而这些呢，我们叫环。这些环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两头啊。有那个小洞，然后这个里还有这样的管儿，还有这样的小的东西，这是发现商朝的玉器特别复杂了哈。我们再看一张，还有各种各样的管儿。到商代你发现玉器变得特别的多，好像普及的很厉害了。所以我说商朝人爱玉。我们再看一张，你看，刚才看到了一个人的，给了一个人的这个图像是吧？现在发现人的头像有这么多，还有动物的形象，还有各种动物，甚至还有这种玉做成的贝，这是玉贝啊，玉的贝，因为贝是海里头的嘛，咱们都是海贝，它做成玉贝，还有各种玉的动物，还有玉鱼，当然还有绿松石的。好，你发现玉器的种类也很多。玉器的品类也很多，我说的种类是玉料，我说的品类是玉的形态。好了，那么这样你就发现商朝人用玉就特别麻烦，我们搞不清，很难讲清楚。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有一个青蛙，本身是骨头的，上面镶两个那个绿松石。有的玉器呢，它上头也是做好多不同的不同的这个动物。你比方说一只，我们看应该有这个
看这个是一个人头上戴了个冠，对不对？实际上它这个冠也是一个动物，有的时候它做一条龙，这个龙咬着人的头，它做成复合器物，这器型也变化特别的大。好，我们看这个，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当然有点小重复了哈，像这个老虎放了好几遍了。那么你看还有这样的兵器，一把玉钺，然后呢，不同的这个这种玉珏哈，一个小缺口，有个小缺口，然后我们叫随形龙这样的，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想哈，我们来用大概1个小时来解读一下商纂人的玉器，商纂人到底是怎么用这些玉的？我们现在大概有概念了，商纂人做了这么多不同的玉器，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先给一个概念，就是我把玉器呢分成实用器跟礼器。刚才我讲了，我说史前的时候，这种戴冠的人，然后呢，玉璧、玉琮，还有这个玉钺，那是礼器。那你们可能有的朋友就问了，你怎么知道它是礼器呢？是你觉得它是礼器，是你觉得上面有个神徽，是你觉得它戴了个帽子，你觉得它是礼器，对吧？那么到商代这个礼器跟它一不一样呢？是否一样呢？我那讲考古呢，它是这样子，你可以通过刚才我那样的分析去定义，但是我今天给一个真正的田野考古学家的分类，我把玉器分成礼器跟饰品给它分出来，或者礼器跟实用器。那么这张图是非常清晰的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礼器，什么是实用器。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是一座墓葬，2001年发掘的，是2000年发现的，2001年开始发掘。那么这个墓葬呢，大家看哈，这上头有些上面有个边，因为我这个指示器不是很显，看这个地方，这有个边吧，然后这边有个边，这个当然我用这张图给它叠压了，这边有一个边，底下有个边，看到没？底下我写着2项服装参照比较，这个有个边，这个边是什么呢？这个边是墓葬的，就是墓穴的这个边。然后呢，我们再看，不是墓葬的，不是墓葬的，这个边外头那个是墓葬的那个，就墓穴那个边，里头这个边，刚才我指的这个边是墓椁的边。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棺和椁哈。一般的墓葬它比较小的话，挖个坑，把棺材放进去，对吧？放进去，它就只有一个棺。但是他要讲究，这个人身份高，他就在这个棺放下去之前，他在这个坑里头铺好木板，在这个木板上头呢拉木头，搭一个木椁，就相当于棺材将来要放到木椁里头。那么现在这个边呢，就是木椁的边，就这个边啊，然后中间这个红色的地方才是棺材，看到吗？就这才是棺材。那么这个棺材是红色的，棺材跟木椁之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我们叫棺椁之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2维空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随葬品啊，你看这些青铜器都在棺椁之间，看到吗？是不是在棺材跟椁之间？好，然后呢，注意这个地方棺材板上，这个棺材我们刚才说的2维空间，我们把它想象成3维空间，怎么样？加一个空间，立体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把它想象成3维空间的时候，这些在看出去像2维空间的东西啊，实际上它有一个叠压关系，它有一个上下层。这个时候你看哈，我指一下啊，这把叫钺啊，这个叫漆，这叫戈，这个叫璧，这叫钺。你看这把钺
这把七，这个弼，这把大月，大葛和这把这两个大月，它们都在，我们想象一下，它是在棺材里头还是在棺材上头？对，它在棺材上头，也就是说，它不是棺材里头的东西，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断裂了，看到没有？都断裂了，都断掉了。好，反过来说呢，这些小玩意儿，你看，这些小东西，它是贴着，这是人的脊椎骨，看到吗？这是人的那个脊椎骨啊，这是他腿骨嘛，头在这，这脊椎嘛。这些小东西是在人身上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小东西是随时，就是不是所有的啊，大部分的小东西，有的也是上面压下去的，是随身带的，就是实用器，佩戴到身上的。而这些大件的月、大葛、弼，它是压着棺材板的，也就是它是小东西呢，是在棺材里头，就是人死了以后，在家的时候就穿戴好了，然后抬到这放到里头，它是在棺材里头的。而这些大的呢，是把棺材放进去以后，上面盖上裹板，甚至盖一个席子，然后往里扔进去的，所以它才会一部分压着棺材，一部分压到外头，所以它才会断裂。好，你把这个分开了以后，你就明白了，这些大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礼器。他要在墓葬的下葬的时候要摔进去，这个礼可以称之为落葬礼。所以落葬的时候，它就是有个礼的行为，这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它是礼器还是实用器的时候，并不是我谭建根在这说的，是我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3000年前的商朝人就这么定义礼器的，也就是我们看到玉璧、大玉葛、玉月、玉漆，这种是礼器。这个不是我定义的啊，是这张图我们发掘出来定义的。你比方说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小局部啊，就是这个部分。你看，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因为这几个小管在这，在这。那么也就是小管，这几个小管本身也是个礼，也是个礼器，也是礼器的一部分。这样就搞清楚了这个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再来看商朝，再看商朝的实用器跟礼器，好吧？好，我们先看实用器。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考古现场的话，我们现在要理解商朝的用玉是很难的。正因为我们有机会发掘商朝的墓葬，才能知道他们怎么样定义礼器跟实用器。好，再看哈，其实我在其他也讲过这个内容。那么实用器我们看啊，这个里头，首先我们看看一下这个人，又回到这件人。这件人我用的特别多，因为我在南科大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用这道题出考题，一般是5分或者10分。你们要不试试？这道题目是：你能不能从这件玉人身上列举出5个有关商朝人的知识点？随便写，5个就行。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说，毫无疑问，商朝人这个坐姿是不是知识点？坐姿肯定是嘛，这个叫基坐，而且双手要放到这儿，标准姿势是吧？其实像那个甲骨文有的是这个女子出来，像那个桑老师就是知道，这个右手要搭着左手要这样放着，对吧？侧身要这样推引是吧？这都是有讲究的了，这算一个知识点。还有呢，商朝的人的衣服都是小袖子，对吗？它不是狂袍大袖，这算个知识点吗？还有商朝人有圆领衫，算个知识点吗？圆领衫，对不对？商朝人剪发是个知识点。
不是理发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就可以看出来，最少这个时候开始的嘛。还有一个知识点，他的头上有个洞。他为什么头上有个洞呢？是因为他要戴这个发簪，头上有发簪。所以你看这个，我经常讲这个，因为桑老师在这儿喜欢讲曹操啊，我替曹操平个反，我经常喜欢跟他平反。就说曹操喜欢别人媳妇是吧？这是大家对他的一个误解。因为古时候的女子是15岁出嫁，15岁都是小孩没长开，然后15岁出嫁以后嫁与了某个男子，嫁与了别人，经过3、5年的调教，那出落的最漂亮的时候，就变成小媳妇了。这个时候是18、19岁、20岁，是不是最好看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不喜欢别人媳妇是不正常的。所以曹操是个好同志，是吧？这就是实话嘛，就是咱们从这个就是考古上讲，就这个道理啊。好，那么呢，这个发簪子呢是商代的时候男女都要戴的，男女都要戴。那么这个呢就是戴发簪子。好了，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回到商朝的玉器了。这是个玉的发簪子，看到没？玉的。那么这是个玉梳头的梳子。那么讲究的人用玉做发簪子，用玉梳头，那它是不是实用器呢？它当然是实用器嘛，对吧？还有一个，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如果考古人喜欢讲材料啊，这是我们发掘的一个墓葬，这是我的前任发掘的，大家看啊，叫160号墓。160号墓，你看中间是个腰坑，腰坑你随着就底下个腰坑的哈，一个人在这他腿嘛，然后他胸前有这么多器物，看。这器物应该都是压住它的，因为这是璧，这是月，应该它是上面掉下来的。然后注意哈，它的腿部有2个人，头朝下，头是反的，墓主任的头朝上，是吧？这种头是朝上的。而这2个陪葬的人呢，一个就 B， 一个是 C，B 跟 C 的头都朝下，对不对？B 跟 C 的头部都有一个玉簪子，都有一个骨簪子，看到没有？簪子头上，可见呢，商朝的人他是把这头上要插簪子的嘛。那么这个玉器作为一个就是实用器，这是没什么可以否定的，对吧？这就是实用器了。那么当然回到这个就是甲骨文里头，好多的字，你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字。这个是妾身，就是这个女子啊，这个说，比方说小老婆妾身啊，这个是上面是个发簪子。那么和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字很有名，就是一个女一个开，叫言。言这个字上面有2个簪子，看到没有？这上头不是2个簪子吗？你看，我们这把它叫钉头簪啊，像钉子一样。这个人的头上插2个簪子，这表示好看。所以一个女字加个开，这个女是表示女性，而这个开是4只簪子，就你把它想象成4只簪子，它就发簪子，簪子多就好看。所以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我说簪子就如同就是商朝人的簪子就如同今天女性的面膜。它越多越好，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玉簪子、玉梳子那是实用器，这个不会有问题吧？对吧？这实用器。还有一种实用器呢，就这种玉管。因为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玉管，各种各样的玉管，还记得吧？我放了一张图，我说好多玉管，不是说所有玉管只有一个解释，玉管有特别大的区别。比方说这种管呢，大概是孔径它比较大，壁很薄，孔径7个厘米。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们男人是理发的嘛，现在，那古代男女他都蓄发嘛，
你比方说像这个女性，你们一辈子可能除了小时候剪头，后来就不剪了，那你的发量当然有区别。但是你的就是正常人的成年人的发量，你把它稍微梳一梳，塞到一个7个厘米的玉器里头，是能塞进去的。所以这种大孔薄壁的这种玉管是束发用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张，你看这个，这是我还原的一个商朝的一个王子，当然我想象他是王子，这是我随便还原的。他头上不有个束发的那个管儿，那一根那个头顶上那个发簪的下边那个东西，他不就干这个的吗？这是实用器，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实用器。好，这是实用器。因为为什么我们能证明它是束发的呢？因为在我们挖墓的时候啊，这种管啊会比较多的集中在头部，就跟刚才的发簪的是一样的。那么当然呢，它这个有些时候呢，它会把你比方这是个骨头的啊，它会把骨簪子跟玉配合着使用。你比方这个，它拿一个绿松石做一个帽。套在那个骨簪子上，插到头上，它也好看，因为绿色很好看，绿松石特别好看，所以也算其中一个哈，也算其中一个。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管啊，一种大管是那个束发的嘛，那么还有一种管呢，就是哑腰心管，像这种管啊，就是你看这哑腰心管有2种，一种是短的，一种是长的，短的长的，大家可以猜猜它干嘛用的？因为商朝的人没有皮带嘛，还没有带钩，所以他就用那个绳啊来系腰带、系裤带。所以那个绳如果他系的时候，他绳头容易掉嘛，所以他就做成一头大一头小的这样的管，要卡住它，打个结，它就不滑出来了。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呢，经常发现这种管啊。比较短的哑腰心管，所谓哑腰心就是中间小，2头大，有一头特别大。这种管呢，往往在哪发现呢？你猜猜，在那个骨头的头部，所以很可能是就是束发的时候，他用一头就行，他绑头发的。那么这种呢，就是这种一对一对的呢，很多的情况下它是在腰部，就好比是腰带。当然呢，还有别的用途，因为我们在西周的时候发现啊，这种哑腰心管，它也用来做玉组佩。等一下我会讲到玉组佩，哑腰心管它也会用别的。那么还有这种管，长管是应该这种是为什么？这种是跟礼器在一起。刚才你还记得吧？我不说那个墓葬里的出土，这跟礼器在一起，所以它这种是把它变成。就是编成这种一节一节连起来，很长一节拴到身上的，就好比说袁世凯大总统当总统的时候要披一个大的那个彩带，特别长那种一样的啊，束带嘛，一样的，它这个很长，所以其实是个礼器。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吊坠在身上的，叫吊坠。那么这种是腰带。另外有一种呢，就是这种珠子，因为我比较确信这种珠子。这是脖子上的，这种珠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中间鼓起来，两边小，中间鼓。所以你看，同样是管，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用途。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这个考古发现，大管我说的是束发的，刚才看过了。那么这种哑腰性的短管，就这一类的，就是大概做这个用。这个是在妇好墓里出了一大堆这样的小管，可见妇好作为一个王后啊，她那个就是头发处理的这个比较精致是吧？然后呢，这是跟她头发有关的了，哑腰心管。那么我们再来看，好，这种哑腰心管的话，你看这一件，这件是小的哑腰心管，单件出现在头部。那么这不是墓主人嘛，在头部这个位置，它应该是这边滑下来了，在这个位。而这种短的呢，这种这个长的
它成对出现。就是我曾经用过这张图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骨架给拿走，把骨架一提取完了以后，就发现它其实是腰部一对，腰间，所以它是一个实用器。那么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种单独管在头部，你看到没有，都是在头部的。这早年发掘的，那时候没有数码相机，我们考古早年发掘是其实很可怜的，就是我们出一次差，1个月只能领1卷胶卷，1卷胶卷是35张，要36张要35的嘛，所以就不敢拍照片，就是只能画图，所以我们都要画那些墓葬图，这都当年画出来的。你像我自己，就是现在刚到今天，好多人说唐老师，你有没有早年你发掘的照片？你年轻时候在野外的照片，我找不到。因为我不能拿胶片拍我自己，因为拍我自己是浪费，拍墓葬是不浪费，拍我是浪费。其实现在想想也不对啊，是吧？我年轻时候人留起来也不见得是浪费，但当时就认为就是浪费。好，那么这种管呢，这种你看成对的管，长的成对的，一般是就是做腰带的带墨，这也是有证据的啊。这不刚才说过了，有证据啊。我们再看一看更多的证据。你比方说，这是一对，这是一对，这个墓葬出的，你看这个墓葬头，你可以看到那个头，这早年76年发掘的，76年发掘连135胶卷都没有，都是那个120胶片，头在这，然后呢，这个礼器看到没有？从椁板上塌下去的，看出来吧？所以我说这是礼器，大戈嘛，大的玉戈，从椁板上啪塌下去了。然后呢，这2件一边一个，就是腰带上的。这样的话，你就把礼器跟实用器分开了，对吧？就是待会我们讲到美的背后，你讲它美的时候，你想想它怎么美啊？你得分出来是实用器还是礼器，对不对？好，那么这些呢，就是我说是脖子上的，是因为有考古依据，比如北京平口吕家河，这是个商代墓葬啊。脖子上就这么一个，而且还有一个，这种珠子它一旦拴到脖子上的时候，它一定有一颗特别大的，它不是每个都一样大，它不均匀，不像现在女孩子这个珍珠项链是都差不多大嘛，它有一颗大的。你比方说这个，你看这个大的吧，这个，对吧？这个是大的，对，然后呢，刚好妇好墓里头出了一颗大的，看到没有？所以你看，我现在还原的妇好墓。他脖子上那一串就有一颗在这个地方，在喉结这块，这就是大的，就这么来的。你看这个也是大的，这个平口吕家河那个一个大的在这，它不一样大小，一定有个大的搁到这个地方，比较暴露的位置是吧？比较暴露位置，要可以炫耀的地方。好。那么还有这是这个。另外的话，我们从使用痕迹上看到这些器物是用法不同。你比方说，我们发现了亚腰心管，我怎么证明它是双带子的呢？其实从痕迹上能看出来。看这个地方，哪怕是像玉这样的6以上的硬度的，它反复的这个用带子穿来穿去磨，它也能磨出痕迹来哈，它有磨损。而这样的管呢，它就没有磨损，它没有磨损就不对啊，就不是，就用法不一样吗？所以你看这2个用法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再看下一张。你看这种管，它只能是从下穿到上，就如同这么来穿，它就不会有磨损。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崩裂，它只有这种崩裂，这个是明显崩裂崩掉的嘛，它不是磨的，所以它是竖穿。你看这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磨损痕迹，所以它竖穿是这么的穿，所以它是礼器，它束带嘛，一大条礼器。而这种呢，它就实用器，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需要这么穿个带子穿上去，它有磨损痕迹，这就是实用器，这就分开了。那么这个用法就是你看，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就是人身上一大串的，所以它是礼器哈。好。那么这是早年发掘的礼器，这个一套这样的，它也是崩断，你看好多人都崩断了，好多，
像那种好多上断，你看那个直接断掉那个地方，它因为它穿的这么穿嘛，它就会断掉，所以它是理气。好，那么这种小东西你知道有多长吗？这个问题一直过去我们考古学各种报告里头说它是戈，戈就打仗用的嘛，但这个东西只有6到7公分长，你怎么打仗？夫妻打架都用不上是吧？这么点怎么打？用不上的。后来我们发现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也是穿带子的，因为这种器物它边上有个小眼，看到吗？都有个眼啊，小眼，它把绳子穿到这个眼里头，然后比方说是裤带，它弄完以后一插就可以了，插到哪里就可以了，所以它也是个实用器，所以这不是礼器，是实用器，这样慢慢就分开了。我们考古发现也是一样嘛，要么在头部，头部不就是扎头绳的吗？或者腰部，腰部不就是扎裤带的吗？所以这样的话就把这礼器分开。当然还有一种就最漂亮的就是个小坠饰，哦，这上车这小坠饰好漂亮，它吊在前面。我想这坠饰不会在后边，因为考古发现的墓葬的时候，它往往都在前边，它给人看的，要给人看。好，这些是装饰品，也是实用器。好。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么美的东西也是实用器，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就美的背后，那个商朝人啊，他这个讲美的时候呢，头部簪子多了叫美，对吧？这是一个用玉，然后呢，胸前这个地方吊个小玉坠，那是美。还有一个美就是做祖玉佩，等一下我要讲，就是一串到身上。所以商朝人对自己的人体的那个装饰，是真的是看上了玉这个好东西，然后把它做出来，做成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纹饰，放到自己的身上。过去一直以为这东西是什么呢？一直以为是耳环，不是。这个后来我们发现，它都是发现在这个位置，它不是耳朵边上，就是耳蕨是另一个东西。好，但问题是这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也很美啊。这是礼器还是实用器呢？这些东西，这是礼器，这是礼器。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把它还原到各个地方。比方说这个玉猪龙，看到没有？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我说它是人身上吊着的，吊着的，它不是耳朵上的一个东西啊。过去一直以为是耳蕨，不对的，不是耳蕨。你看到没有？都是包括这个半截子耳环都是在胸前，这是我们考古发现的哈。你看都是在胸前，就包括这鸟啊，哎，这个玉龙玉虎可能是礼器，但是玉鸟不一定，玉鸟是很多是装饰品，是实用器。你比方说这个玉鸟，我这个第2张图1046号墓里有个67，我专门标了一下，是个玉鸟，在这个位置。那个也是玉鸟，在那个位置。这些是装饰品，所以它也是腰部，它可以吊很多不同的，是这个好看的。好，可见商朝人呢，他做了好多玉器是来装饰身体。所以你看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多少猜测，我靠的全是我们考古发掘的现场，然后哪些是实用的，哪些是干嘛的。结果呢，我发现呢，商朝人不仅有实用的，还有一种带实用功能的装饰，或者叫玩赏的器物。你们可以想想，他用什么东西玩赏？玩的。这个是以前不是特别的明确，曾经有的做商代考古的人分出过叫玩赏器，但是他没给出依据来。我们看一下哪些就是玩赏器啊？哎。这些东西，刚才我不说这吊到身体上做装饰嘛，对吧？装饰嘛，但是有很多是玩赏器，我要进一步解读啊。你比方说这东西，我们考古呢，因为挖的东西多了，能够断代。断代有很多的方法断代。你比方说，就我而言哈，因为我研究的是商代这个为主。但是我难免要研究比商代早的或者比商代晚的，比如说曹操墓，是吧？早晚都要涉及嘛。那么我在商朝的墓葬里头发现了这些东西，但是我的知识告诉我，这些东西
不是商代的，这都比商代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你看啊，左边这两件，其实你猜的人才知道，它俩年代会差不多。为什么？它的玉料是不是一样的？它的料都那种墨，就是这个叫什么叫墨绿色嘛，叫什么色是吧？都这种颜色。我跟你说，以前不知道，现在我敢说了。夏朝的，你知道二里头，就夏朝的时候，那个人开的玉料，就大量的使用这个东西，以前都不知道，后来发现，哎，怎么夏朝的那个料都差不多，都是这种颜色？结果安阳一挖出来，也是这个颜色，就发现它不对了。结果呢，一看呢，你看这把月啊，你看这个月，这一个边，你仔细看啊，这一个边，这个边，这个边，是不是有棱啊？这不是商朝人的风格。商朝人做过非常标准的弧，它不出棱，恰恰是下午二里头一直出的月都出棱。所以这不但玉料是夏朝的，就那个器物都是夏朝的。还有，你看这件器物，这个叫玉器，你看这料是二里头时期的吧？它边上那个出那个齿啊，我们叫翡楞啊，就两边的两个边上那个也是二里头时期的。所以这两件是夏朝的，没问题。好，然后呢，右边的呢，最上面那个红山文化的，红山文化。那是5000到6500之间啊。好，那个这一件龙山或者大汶口时期了哈，这个是临江汤时期的。这一件呢，我们叫萧江乌鸡文化，就湖北西部。所以这些东西居然都出在商代墓葬里头，这说明什么？商朝人玩呢，收集古董呢。就商朝他也收古董，就跟徐湖平对不起，直播哈，这个说太多了，就说到南博去了。这个我喝口水，我平复一下。这个说嗨了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哎呀！要平复一下。然后你看，其实这就是玩耍的嘛。他收集古代的玩耍，那商朝还有这个，这也是美的背后吧，对吧？我们再看啊。好了，这是我断定是玩耍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商朝人最精彩的部分，就是礼器。这个礼器怎么断定呢？刚才我说了，从墓葬里头能看出来，对吧？能看出来。你看刚才那宗墓葬你看出来，礼器第一个，它是在落葬的时候要摔下去，所以它才会压到棺材板、椁板上，所以它才会破碎，对吧？所以是礼器，就是说礼器一定是伴随着人的一种行为，它不像那个实用器可能带着就稳定在那的，礼器它一定有个高潮，就比方说。这棺材放上去后，把这个席子铺开，然后我要把铺席子之后，我在这个椁板上，我可能有个仪式。这个仪式根据我的经验啊，根据我挖墓的经验，如果是等级高，一定要杀人。杀完以后，把这个人啊扔哪呢？如果有墓道的话，扔到那个墓道口；如果没有墓道，就放在棺椁两边那个阿层台上。一定要杀人，所以它一定有高潮。所以礼器像大乐、乐、大葛、玉璧、玉器这样的东西下去的时候，是整个祭祀的最高潮。咱们现在人买这土葬的时候，这个土葬的时候不是我们叫什么？就是这个诀别的时候，就是当然在室内起棺的时候，大家要哭嘛。但是到了坟地。落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人要跪，全都跪下，然后说往里填土的时候，一把土撒进去，高潮一样的。好，那个时候礼器，我们再看，回到这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这是我这边我列的是我的研究方法啊，就是我怎么研究这个理器是不是理器，这边是方法。观察器型，观察使用痕迹，观察图像，观察材料，观察类型学，观察位置及搭配，查文献等等，还有早晚的毕业，这是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不管它。总之呢，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发现，就是这些理器，就包括刚才我这黑白照片，那两个大葛压下去，就是它都是在落葬的某个过程里头给它放进去。你看，它一半是在棺材上，一半在二层台上。一半在棺材上，一半在那个果板上，是吧？而且都摔碎了。这个过程是真正的礼的行为的过程。好，我们再看这个礼器有什么讲究呢？你看，除了把它摔破，刚才你看夏王朝那个乐，不是一个棱一个棱吗？这才是商朝的乐，商朝的乐特别浑圆，做的特别讲究，这是商朝的。就现在是能分开的，以前分不开，现在都能分开，因为我们知识越来越多了嘛，就知道哪是夏朝，哪是商朝的。这是夏朝的，当时呢，你看它断了，它为什么断了？就摔断的。然后呢，这个也断了，看到没有？这是个玉璧，也断了。好了，这一件是礼器呢，还是装饰品？因为刚才我说是吊坠，是装饰品，是吧？这就是个装饰品。这一件是不是礼器呢？你看我为什么放到这呢？我跟大家一个启示哈，因为这个是梁祝时代特别流行的玉琮嘛，它不是礼器吗？可是到商朝的时候，他就随便做一下，就根本就没有什么礼器功能了，就跟玩似的。好，就这两件呢，就这件曾经是礼器，到这个时候不是礼器了。这一件作为猪笼，在红山文化时期是礼器，但是在这个时候不是礼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礼的变化。这4件里头，这2件是商朝的礼器，这2件是红山文化和梁祝文化的礼器。你就看到礼的演变啊。所以这个图片放在这其实是有内涵的，我肯定不会随便放嘛，对吧？所以这个呢，我应该拉一条红线，这边是商朝的礼。好了，这个就发现哦，商朝人的礼制是这样子一个变化。好，我们再看，这是礼器吧？把祖先的牌位给写上去，是吧？上面写祖甲，中间祖甲，左边祖庚，那边祖丙，这是父癸、父辛，这个应该是父乙吧？把祖先牌位写上，那当然是礼器了，是吧？这是礼器嘛？啊，好，这也是一种礼器，这是写的祖先牌位。我们再看还有没有礼器啊？我们再看看商朝的礼器。哎，好，还有其他的礼器，我们还有大葛等等不说了。那么现在呢，我把实用性的礼器介绍清楚以后，我们再看看礼器背后更细致的东西，就是设计与制作。因为咱们这个知美学堂这很关注那个设计，我们看一下这个设计跟制作，讲一下设计制作啊。好，先原料选择。你看，我们看这个原料，这张跟刚才那张其实是已经不一样了。虽然我跟那个也是打了很多红框框，你没有看到。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们想象一下，商朝人就是到了商朝晚期的时候，他们的玉矿在哪里？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翡翠，一说翡翠都知道缅甸嘛。那商朝晚期的时候玉矿在哪里？这个新疆那个是现在被否定了，过去说是这个和田玉，现在认为和田玉汉代以后才进来，就跟那个通西玉相关。商代的时候和田玉是没进来的，南阳就不是玉，南阳那是叫绿莲石或者幽莲石，它不是玉。所以呢，没有人知道商朝的玉器是在哪里。
商朝的玉料，当时我跟那个中科院的中科大的那个王长随先生，我们申请一个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科学联合装置。当时我们有几个子课题嘛，当时我们曾经想搞个课题叫玉的产地，后来发现研究不了，就是以我们今天的财力和资料储备，我们研究不了玉的产地。所以后来而且玉的产地本身也很，这个词也很，就是要求太高，所以我们干脆就改成叫玉的玉料的来源。那么现在看起来呢，你看这张图，你看你要仔细盯着看，你会发现我这个肯定不是随便做的。你有没有看到我左边这个框框里的玉料的颜色都差不多，对吧？它不透，偏灰，对吧？然后呢，中间那个上边那个颜色是不是也差不多？然后中间那个有三件比较接近，这两件明显上有麻点，这个是黑色的，然后右边这个也都不一样，这就是商代的玉料。你看商代的玉料，我们从肉眼看就能看出来它有好多种，对吧？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可以用，比方说用红外、用近红外、中红外去检测。但是呢，我们既然肉眼都能看出它的区别，那说明它确实有多种来源。现在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那是夏王朝时候的，还记得吧？那就是夏王朝时候传下来的，他直接用啊，他用老料，就是用遗玉，遗是那个遗产那个遗嘛，遗玉用遗玉古玉，然后呢，绿松石。中国用绿松石的传统特别久，非常非常久。到商代，绿松石就很多了，也可以用也可以用老的，也可以用新的。那么最底下那个呢？那个严格的说，那不是玉，那个是大理石。这种大理石呢，我有幸在河南安阳当考古队长的时候，我找到了它在哪里来的。所以我知道它哪里来的，这个我找到了。那么中间那几种呢，它都用来做随身的实用器，这是它对料的选择。最上面那个偏黄的那种玉，龙商时代用的特别多，所以多半是早年被开采，然后商朝人拿来用，拿来改造。中间那个这个不现在就是这两种不知道，底下那个发黑那个估计也是用老的玉料，比如刚才我说的石卯的，用来改造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些全都是老的料啊。所以商朝人做玉的时候，他用了大量的老的料来做玉器。好了，剩下的就是这个，这才是商朝人真正的开采的料。我知道这殷墟时期开采的料。它的料很像，你看没有，都是这个颜色发灰。然后我刚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商朝人开采这种料，但是我有3个证据证明这才是真正商朝晚期的人开采的。第一个证据，这种料特别多，特别多，最多的一宗，就它的量远远多于那几种所谓的遗玉老的料，所以说明他们当时开采过这种料。第二个，这种料留下了很多的边角料，也就是它加工完了以后，有的边角料它留下了个边被我们挖出来了，那说明它就当时开采了很多自然料，然后加工完了以后，这边角料就不要了，不是不好的呗。第二个证据，第3个证据呢，就这个黄黄的，我只是放了它这个黄的比较有意思。你们还记得非典吗？非典期间，当时呢我在北京，然后安阳在发掘，那我是考古队长啊，我应该到前线去吧。所以说不行啊，你这个非典期间不能乱跑，所以我没去成。然后呢，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呢，就是当时是，发掘完了以后，几年以后，我看这个东西，哎，我说这块是个玉料啊。后来我说拿出来看一下，我拿来看，看到没有？这个料被
就是被商朝那个切割了一道，看到吗？这商朝人切的，而且翻过来它另一个面，它的颜色就这个颜色，就接近这种颜色。也就是说，这是商朝人的真正的原料资料都在这，那肯定是商朝人开采的嘛，对吧？所以可见商朝人就是开采了这种料，就商朝晚期的时候。所以你看他们对料的选择，好，有遗玉，古老的玉拿来改，有现场开采的，而这种开采的呢，大部分都用来做礼器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使用器，大量的用来做礼器很多。待会跟大家看一件玉戈，就是这个料做的。好，他们选完料以后干嘛呢？选完料以后开始设计，设计这个时候除了实用之外，这个是要假设是礼器，它就要添加人的思考了，人的那个思想了啊。我们看一下，好，你看，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这把刀是不是那种料？还记得这个颜色吧？透度，这就是用那种料做的。所以这一件就是真正的商朝晚期做的，而且它的纹饰都是清一色的商朝晚期的纹饰。好，我为什么就说要做设计呢？你看啊，底下一把刀是江西新钢大冶铸商木出土的，然后那天跟董宇辉做直播，然后我就拿这个，我喜欢瞎跟人开玩笑嘛，我就拿这个出了道题给董宇辉。我说宇辉，你看见没有？这把刀，这本来是拿来砍人的，是吧？可是呢，这个刀背上有一排知了长纹。哎，我说长纹呢是可以脱壳，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一方面一把刀把人脑袋砍了，终结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他又做一排长，表示生命可以再生。我说你发感想吧。我就董宇辉这个接话接得很好啊，要不然他就那么丈母娘是吧？他接得很巧妙。你知道他说什么？就是我非常随机的跟他出的题。他说2个字：指仗。刀是砍头的，打仗的嘛。知了是生命的重生。他说我想到2个字：指仗。你不可能答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含义在里头嘛，对吧？你可见这个背后是有含义的。好，我们循着这个思路，同样的一把商代的刀，殷墟出的玉的，看是不是也有一排花纹啊？看不见是吧？后边看得见吗？就是一排龙，这种龙叫鸟嘴龙。这个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道题哈。玉器，它在刀背上做成那个这么的小齿啊哈，那小齿其实也是按照根据邓聪先生的研究呢，那也是那个也可能也是龙，那么底下就一排那个鸟嘴龙，它一定有一个设计有含义在里头，它不会就今天我并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我确实也不知道，我只是跟大家交换一下这个想法。就他做这个玉器的时候，做这把玉刀的时候，它有一个含义在里头，这就是它的设计。好，我们再看，接着设计。好了，这个设计呢是有解读的，为什么呢？大家看哈，我写了个字勾云纹，我写这么大，为什么？我们如果分析这张图片的时候，这张图片当然你们能想起我前面那张图片，能想起来哈。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啊，这是个老虎，这是一头象，然后这是个龙啊，这个人边上那个是龙，然后我分别打了几个箭头出来，它们都有一种纹饰叫勾云纹，这就有意思了。你见过大象身上长云吗？长云彩吗？不可能啊！大象我们见多了，哪个大象长云彩？你见过老虎身上长一朵云吗？不可能啊！
你见过龙身上长云吗？也不可能啊。好，但是呢，商朝人把这云彩啊，我们叫云纹呐，放到老虎身上，放到大象身上，放到龙的身上，这就是他的设计思想。他为什么这么干呢？光看玉器很能解读，但是当我们把这件青铜器放到一起的时候，你就能解读了。看，这是一件青铜器的局部，它背后是不是云啊？云彩，对吧？云彩。然后这是一条龙，看到没有？这有角吗？这个龙身上有云朵没有？有云朵。什么意思呢？这条龙，它在天空的时候，在云中穿行，所以它背景才有云，身上才会有云。所以大象、老虎都变成了在天上，在空间，在云彩里头。这就是神物嘛。就是你把这两件把青铜器上的这种云纹是背景纹，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动物在云中、在空中穿行的时候，它就会背后是云，身上还有云，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吗？好，也就这些玉器呢，包括这个虎，你肯定没见过老虎身上有云纹嘛，对吧？它不可能有云纹嘛，但是它就有啊。好，那么这就是它的一种设计，就是它用这个背景纹跟躯体纹都做成云，表示这些器物本身是在天上，这是一种设计嘛。好，我们再看还有一种设计，看这种鸟身上都是云彩啊，这不云吗？云纹，是吧？这是纹饰。然后你看到的设计，看设计啊，我们看中间这一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明白？眼睛在这儿看，这不是嘴吗？啊，然后呢，这是翅膀，这是尾巴，这是爪子，头上貌似是个冠，实际仔细看是一条龙，看到吗？能看出来吧？是一条龙，长着角，眼睛咬着这个鸟的冠，尾巴比较短。好了，龙跟鸟，龙雀，龙跟鸟。那么龙可以在天上腾飞嘛？鸟在云里头嘛？这个又强化了这个概念了。我们再看这一件。这件是一个人的形态是吧？这个人的形态，人身上你看这个爪子这手这么拿着，其实他身上也有云纹，上面是不是也是一只龙啊？也是一条龙啊。我们再看这个，你看，这不是鸟吗？眼睛是吧？上面是不是也是一条龙啊？它也是这样的设计，它也是表示它在天上。但是呢，问题是我们现在经常就把它直接把它做成那个装饰品了。但是它有可能是装饰品，有可能放给身上拿着，但是它装饰的时候，它背景就是它设计的时候，可能觉得是个神物。所以我们过去考古发掘的时候呢，没有认真的观察它到底是在墓葬的哪个位置。所以以后发觉当然我们要加强提高一下我们的水平了哈。好，再回到这个，是我们再看设计啊，这个设计也有很多讲究。为什么？你看，我们看云纹是吧？龙嘛，这边我们看龙都有云纹，看这个老虎有云纹，所以这是礼器。这个熊有云纹，都是礼器嘛，都是礼器。这个有礼器。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东西，看那右边那一组，就今天韩老师给我们做那个这个宣传广告时用的这一组，其实我觉得选的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龙对于商朝人来说有年龄，有幼龙，有青年龙，有成年龙，还有老龙。你看到没有？这种一看就是 baby 是吧？
它没有磷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们看，这是没磷的啊，这是有一点点磷的。然后呢，它身上是鳞纹，是看跟鱼鳞状的纹饰是吧？然后这个呢开始有云纹了，开始腾空了，到天上去腾空了。然后到最后老了以后就变成这种鳞，就菱形，就是那个鳞片啊，变成菱形那个鳞，变成那个鳞，而且角这个头上那个角啊长起来了，这就是年龄。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年龄，但是如果因为我们很少用这个，就是我们考古很少用晚期的文献材料去解读早期的考古实物。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学术，其实是个学术争执。就是我们汉代的时候有好多文献说，龙是有年龄的。比方说，我们有个词叫这个螭龙，对吧？螭啊，就一个虫一个鲤，螭龙，那就幼龙嘛。还有一个呢叫蛟，这个人如出水之蛟啊，蛟龙，那就是青年龙。还有一个叫龙，还有一个叫什么龙？叫球，一个虫一个勾勾，叫球。球龙就是老龙。这汉代文献写的很清楚的，是吧？螭龙、蛟龙、龙，这个球，那写的很清楚的。只不过呢，我们做考古的研究，我们，但现在中国现在发展比较快。我们现在像我现在出国讲课的话，我可以直接，我也敢直接骂那些国外学者，是吧？这个以前是不敢，以前老外就说，你们中国人天天吃文献的话，你们就汉代的文献用来研究商朝的东西，那多危险啊！不能用的，你们的学术不过硬，用晚期的文献解释早期的东西怎么可以呢？他认为不可以。当然我们现在也很谨慎，我们一般不这么用。但是你如果允许我用一下，我就发现就是汉朝的文献记录这个龙的年龄，其实商朝就有反应啊。只不过我不敢用汉朝的文献去解读商朝而已，我不这么讲。但是商朝的考古实物是不是有年龄啊？你可以看出它不一样嘛，所以它的设计上有年龄，这是以前也不知道的。所以你看都是玉器，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商朝玉器的背后，美的背后有对材料的考量，有对实用的追求，也有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这就是美的背后。就是把这个美这个词跟它解构了。那个韩老师对不起，我说不是解构，就是可能用的不太恰当。就是我们说美的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笼统的概念，你把它一刀一刀给它剔开，它有好多地方可以分解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叫美的背后。当然最后加工制作我就简单带一句哈，就是说当然很多不同的做法，这是包括我们发现的加工玉器的工具啊什么都有，我就简单说了。好，最后我讲一个哈，就是富豪的这个玉组佩，就是商朝人对美的追求啊，这个首先是材料的考量，还有这个精神内涵的渗入，对不对？比如说对神灵的信仰，对祖先的信仰等等。然后呢，商朝人其实有一个事情是以前不知道的，那个就是有女同车佩玉锵锵，就妇好墓呢，刚好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知道过去我们考古学界有一个错误的认知，直到这2年才被纠正过来，就是因为妇好墓，因为今年是妇好墓发掘50周年，我们准备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部署吧。好。那么妇好墓里头呢，其实是出了一圈玉组佩，就是中间这一串，中间那一串，我认为它是玉组佩。为什么呢？它是这样的，最早呢，我们都认为我们一直认为祖玉佩或者玉组佩是西周时候才有的，这全是西周墓葬。西周墓葬发掘出来的时候，那个组佩就是一串一串直接挖出来，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挖过呀。就在山西曲沃，那墓主人躺到里头，身上就是盖着这个一条一条的，就这样玛瑙啊、玉啊，
附在身上。你们现在去看河南博物院，有一个特别长的这个有个专门一个厅放到中间一大串，那特别重玉组佩。过去一直认为只有西周才出现玉组佩，商代是没有的。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商代是肯定有玉组佩的。那么我怎么知道商代有玉组佩呢？我就是因为注意到西周的时候有这么几个考古发现。当然，这个是西周国公墓地2001号墓的玉组佩，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这种玉环啊，这种叫玉环，这个玉环这么穿到上头啊，然后挂到人的胸前，然后这个是山西绛县衡水墓，这是我同班同学发掘的。那发掘的时候，他发现你看3个环穿上线以后，这环的2侧都有窟窿，看到没有？啊，2侧有窟窿嘛，所以它就可以走线，把丝线走过去，再加上珠子，加上玛瑙珠，穿到上面。上面呢有个这样的圆片，像个平安扣，然后这么一组完整的玉组佩，这西周初年的。那么同样的，山西翼城也有这样的完全这个同样的玉组佩。那么过去都认为是西周时候才有的，但是呢，我读妇好墓的报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妇好墓报告里头啊，有2件，对不起啊，有2件这个东西，这是2件的话，这是还把它放成一式，说5件，实际上有2件同款的，这2件完全一样。因为我记得这2件，我不是经常读考古报告吗？结果发现呢，就是这个里头，就是妇好墓里出过2件这样的玉佩，我想着是不是它应该串起来？结果呢，这个发现串起来以后缺东西，就缺这个东西。因为衡水墓地的和那个大河口都有这么一个小圆片在，像平安扣一样在后头。那么我们这个妇好墓里没有。后来我从妇好墓的那个坊轮里头找出了这么2个东西，结果才知道啊，妇好墓也有这个东西。所以呢嘛，这样的话就把这2件东西呢，跟这件圆片给结合起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讲的比较快，因为刚才我看没想到讲的太慢了一点。看，这是妇好墓出的一对同款的玉鱼，你看没有？这一小窟窿，这个窟窿，这个窟窿，这个窟窿，也就是这2个小眼、小穿啊，或者叫小眼，实际可以穿起来，然后加上这个成对的玉管和玛瑙，然后又找到了这2件东西。我才知道妇好原来也带过这么一串，所以呢，这一串这个发现就跟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的这一组发现就完全一样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知道妇好带过这么一串珠子。那么这个珠子呢，就是关键还是最后这个平安扣的问题了。我本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临走的时候我带了，我为了说明这个事儿，我还把我的一个耳机给剪了。我把耳机我来不及了，我拿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你就把它当成玉环，不2个穿嘛，然后拿那个，我把这耳机给剪掉，给插过来。这个时候你不是要出两根线嘛，中间穿上玛瑙跟玉管，然后这个时候你把它吊在这，要挂上去吧。你一挂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玉器太重了，它这个会勒脖子。会勒得很痛很痛，因为我确实是把这些珠子全，我为了做这个研究啊，我就直接用玉把这个全做出来，完全做出来。我做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是360克。360克你勒到你挂上去后，如果没有上面那个平安扣，你就会脖子很快就红了，就挂不了。所以这个上面那个平安扣的发现，就充分的证明妇好曾经带过这么一串。因为这2个东西跟他就是正儿八经是从那个妇好墓报告里在坊轮里头找出来的，这样的话就证明呢，这个
妇好曾经戴过这么一双玉足佩，就是妇好作为一个王后，她应该是非常的美丽，她很讲究自己的穿搭，也很讲究玉器的使用，所以呢，妇好她最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所谓的有女通车、佩玉锵锵的感觉。我估计桑老师这样的你今天穿的也是汉服嘛，你要是带上一串这样的玉足佩的话，一定有那个感觉，就是它这个包括勒的那个条，就是这是那个我们对美的这个追求嘛。当然，我们把它弄完以后，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小的短片。In the spring of 1976, a tomb was excavated at Yinshu, Anyang, China. Thousands of bronzes and jades were discovered. With this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Fu Hao, the queen of Shang Dynasty China, became known to people today. 我就把这个，就是本来最后有一个妇好出场的一个，但是呢，因为太长了，我把后面截掉了，好像没带上来。但是总之呢是这样子，就是妇好她作为一个王后，她身上集中了商朝人对玉的一个追求和对美的追求。今年是妇好发掘60周年。也很感谢咱们那个知美学堂呢邀请我来讲这个，因为这是今年的第一个演讲。但是今年呢，我中央电视台就是综合频道搞了一个90分钟的纪录片，也讲的是妇好。然后因为这个今年我还要出一本关于妇好的书，可能还要拍一个妇好的微短剧。就是我不算是宣布吧，就是我确实有这个想法，而且我会邀请很厉害的导演来做这个事儿。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做这些在这个纪念妇好发掘50周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逐渐的感知到那个年代人家对美的追求，玉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好，谢谢大家。那个，谢谢唐老师，你直接坐沙发吧，啊，咱们就不下。好，这个我得赔唐老师一副耳机啊，这个唐老师为了讲座把耳机都给拆了。好，有女同车啊，佩玉锵锵，我觉得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啊。今天唐老师充满诗意的给我们，用这个妇好的案例来串讲商代的玉器，他一开始先从了一个墓葬啊，给我们讲棺和椁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这个玉器是干嘛的啊，从这入手，然后来讲到这个功能和分类，然后讲它从我们不同的饰品啊，然后这些装饰品到实用品，然后到礼器啊，然后到玩赏的装饰啊，这是第一步，给我们把分类、把功能、把形制给我们做了一个讲解，然后呢，为我们讲了设计与制作。其实那个我后面还有很多好奇啊，我刚刚跟文彬老师我们俩在聊，就是那个小管子的那个它怎么里面那个孔怎么打的啊？我一会儿会问您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就很惊讶，我们往往会觉得商代很怎么说呢？能做这么细致吗？其实我们还有一种疑问啊。我觉得这个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啊，我们还没有时间关系还没有弄懂啊。我觉得这是后面的。另外就是所有的设计背后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是寓意啊，一个是它的这种美好的纹样啊，以及它的关系啊。最后呢，就是唐老师讲了这个妇好这样一个案例啊，实际上就是说美的背后是什么？其实美的背后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应对自然啊、生存、应对社会啊，以及我们对自身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附加了美的东西啊。美其实是超越实用的，但同时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人类除了这个生存之外，我们还有对美好的向往。因为这种向往，我们时代才会进步啊，所以我们的艺术才会发展啊，我们的生活才会更美好。所以我讲，这是唐老师今天用商代的玉给我们讲了一个美的背后的一个故事。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唐老师。
好，唐老师，那我就接着说了。其实刚才我也是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您那时候也讲了。那我们看到这么大规模的玉料，你比如说妇好木，大几百件，那这样的玉料，它到产地到底在哪里？你比如商代，就是您也发觉各个商城这些，其实在移动，也就是它的玉料来自是不是同一个地方？是因为它商代呢，它的玉料来源很复杂，有的就是老的玉传下来，它原封不动用，玩耍收藏；有的是改制，把它改掉。但是呢，在商朝晚期的时候，它是大量的运用了我说的那一批玉嘛。那批玉在哪里呢？因为从地质学上讲哈，那玉我们做过红外检测的，那就是玉，是那个阳起石的那个阳起石透亮石的系列，那个肯定是玉。但在哪里呢？因为现在玉呢有不同的产地，一般的玉它有地质学上的要求，就它这个成玉啊，玉矿的形成它有地质学要求，比方说美至大理岩地带，是吧？它有可能形成玉。然后呢，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呢，安阳附近其实是有可能有玉的。所以我呢，年轻时候曾经干过一个事儿，我一到周末有时间，我想上新了，我就开始经商。经商呢，我干嘛去？我找玉，但是到现在也没找到。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真的找到一条古河道，那条河道里全是就是那个鹅卵石，那不知道多少年前的，那个就是取不下来。然后我们就我曾经拿那个地质锤去敲啊，敲的手都正都是发麻，敲不下来。但是我想不排除是，反正肯定是商代控制的方面周边的，也不排除就是大理山或者安阳附近，不排除。但是我一说我以后不定网上一听说，然后回头都到大理山找玉去了，是吧？所以这条距离河在哪里我还不能说。对，实际上就是说，就像早期的文明，它一定是有来自附近的这种矿场的支持，不然它没法做，是吧？它也不见得一定是附近，它这个玉，因为本身它是一种很难得的石头嘛，它如果远一点它也会，但是呢，根据现在的研究呢，首先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南阳玉，我专门我跟一个台湾学者合作，我们调研过。南阳玉呢，确实在安阳基本上没见到过。那其实南阳玉也不是玉，它是绿莲石跟那个幽灵石嘛。然后就是新疆的玉和田玉，应该也没过来。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像什么齐家玉啊，就是包括那个岫岩玉是有的。所以岫岩玉从辽宁。什么叫现在我们叫什么叫宽甸玉嘛？从那个老峪沟那一带过来，岫岩玉是到了安阳，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从辽宁过来。那我接着刚才我的另一个好奇就是，我先说个数字啊。刚才我上台之前啊，看一下我们这个线上直播有4万多的观众啊，就是特别是我们图书馆的几个频道，主要在微博上数量是非常大的啊，也是说明唐老师人气很旺啊。那我接着问题，那玉的加工呢？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玉那么精细，那是它加工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早期的，您刚刚谈的商代，夏朝的，比如它边缘不够平滑，是不是技术达不到呢？还是说是什么原因？不是，到商代它是变得平滑。器物的演变呢，它有时代特征。就是到商代的时候，它就是把玉做成那种就是弧线的刃，这就是一个时尚。到二里头这个阶段，它就做成那种带多棱的那样的刃，它就是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时尚。它不是做不了，它能做。当然了，就是你说到的那个加工呢，确实比较难，因为玉的加工它硬啊。硬的话呢，它比方说它整个就是做的过程当中，它要开料，对吧？要把玉给切开，然后呢还要这个搂形，那个大概的形状，然后要琢磨。还要钻孔，这些其实那个时代是比较难的，所以要特别厚实，但是确实可以做得到。你比如钻孔吧，因为我为了研究这个钻孔啊，
我曾经找过一个小伙子，那是个加拿大人，这个年轻人是大学生呢，个头特别大，我一看他力气还可以，我就跟他找了块玉，我说你就在这个玉上给我钻孔吧。这个那孩子特别听话，是个洋人白人嘛，白人特别听话，他就照我们的方法来钻。当时怎么钻的呢？是我们跑到这个就是那个太行山那个就是山前这个有粘土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找一把沙，就是那种就比较粗的沙呀，然后把它带回来以后拿脚搓。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沙里头有很多不同的矿物嘛，其中呢石英它的硬度是7，我们把脚搓完以后呢，那个比较长石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软的石头都搓掉了，剩下就是那个石英，把石英拿过来以后，然后拿水杯给它泡一泡，把软的过滤掉，剩下就是那个就是硬度是7的石英了。那么这种石英如果是把它压到那个竹子或者其他的这个软一点的，比方说铜条上，它就可以解玉了，这个就称为解玉砂。然后这个小伙子呢就拿就是我们那一小杯这样的这个解玉砂，其实就是石英了，然后那个竹子前面那个尖的，然后就让它钻就是一颗这么大的玉，让它钻。这个小伙子很认真的花了8个小时一天，钻了一颗绿豆大小的一个小孔啊，很难。这个类似于那个叫什么那个钻头的那个金刚砂一样的那个作用。它那个东西不一定要很硬啊，它可以软也可以硬。它其实跟玉接触的那个是解玉砂，就是它这个中间有个介质。是这个解玉砂在起作用。你比方说，假定我这个笔哈，是个竹子的是吧？其实没关系，我只要在这个上头沾上解玉砂，然后我这么不断的转，当然我可以做个弓嘛。刚才那个不是有个弓嘛？用个工具转拉它转，实际上是个解玉砂在磨这个玉的表面。那现在我们考古发现有没有工具类的出土？就刚才的那个，就是那个一个就是就是钻孔的那个钻的这个上面那个帽发现了啊。钻子其实也有发现，这2个都有。只不过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很难所有的环节都能搞清楚，这样的工具还是没发现。但是大部分的主要环节，比如钻孔啊，还有这个片切割的石刀，就是它它用的是个特别硬的石头，叫灰绿岩。用灰绿岩，它就跟那个手机一样是灰绿岩哈，它这个地方做成个刃，就可以直接割，就是直接可以开片，这个开片。然后就是打磨的话呢，我们发现了，我们发现今天我没讲，我们有幸发现了一个玉匠的墓葬。这个玉匠的墓葬有什么呢？有半成品，刚才不是讲到半成品了吗？有玉料，然后呢，有那个就是那个片切割的那个灰绿岩的刀，还有什么呢？还有打磨玉器的不同的磨石。磨石分3个等级，就像我们今天人做这个打磨式的砂纸，我们今天用砂纸嘛，有粗砂、有中砂、有细砂嘛。它那个打磨这个磨石有粗的，有中间的，还有特别细腻的。所以玉器表面打磨完很干净很漂亮，它都能分得出来。就这个墓葬是很特殊的一个玉匠的墓葬，要没有它，我们这些细节都讲不了。那妇好墓是不是算是我们目前出土的商代里面玉器殉葬最多的？对，700多件。700多件呢，它是这样的，这里面包括一些绿松石，也包括一些大理石。妇好这个人很奇怪，他喜欢玉，他讲究嘛。然后我最近发现，妇好他是真喜欢石头，他除了玉，他石头也喜欢。他当年在安阳生活的时候，因为在我的概念里的话，妇好就是一个生活在安阳的一个活人，跟我一样。他以前在那生活，只不过我生活比他晚个3000多年，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就真的是感觉能对话的那种了。
就他在安阳活着的时候，作为王后的时候，他曾经派人到太行山就采了2种石头，一种石头就是红色砂岩，另一种石头就是大理石。这2种我现在都找到了，我都知道他在哪里采的，具体不知道这个具体地点不知道，大概起哪一带是知道的。然后呢，他采过来以后，他做了好几件东西，那些东西现在还在殷墟博物馆展览着呢。就是像我这种就是了解的人，我一看就这是哪里哪一带的哪，我都能找得到。他富豪生前就做过这个东西，他喜欢玉，喜欢一切美丽的石头，美丽的石头会说话。对，喜欢美丽的石头。好，那个由于那个唐老师粉丝比较多，我就不再占用时间。那个下面给大家开放这个向唐老师提问啊。这个我们两边有工作人员会准备话筒。好，中间这个来给中间蓝明老师递上话筒。这是我们深圳著名的主持人蓝明老师，深圳电台。唐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看到您啊。因为呢，对于商代的断代史呢，您是奠基人之一啊，能够在深圳啊，南方科技大学有您的这个出现，对于深圳的人文社科呢，应该说一个非常重量的砝码哈，非常的感谢。就是我看到这一组哈，跟那个红山文化很像，就是那个玉猪龙啊，跟这个形是很像的哈。那红山文化我们知道是在内蒙的赤峰，跟我们夏商呢，在河南中原一带的话呢，距离还是有点远。那么这种文化是怎么传承过来的？您能够解释一下吗？谢谢啊。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但是答起来有点难。你首先是观念的传播，还是材料的传播，还是这工艺的传播，还是物品的传播，还是人，可能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观念的传播。这个玉猪龙这个东西，这个观念，那个观念传播很快的。你比方说龙的话，我像我经常讲，龙是对天上的东方七宿的那个，就是一个模拟，对吧？最近我看冯石很火的那个视频也是，他有这个观点了，讲龙是东方的这个苍龙嘛。这种概念，你看从最早茶海文化。距今8000年，在辽宁阜新有了，然后红山的龙、玉猪龙，红山的那个 C 星龙都是这个概念。然后到了6400年，到濮阳的西直坡那个龙，倍速的也是这个龙。然后到安阳，就那个他从早到晚他这个观念传播的很开，但是呢玉料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安阳看到好多这个时候的玉料，跟红山那个料是差不多的，就是颜色、硬度、透度、质感，包括比重度一样，所以玉料也能传播。那么但是做的器物呢，它是你看一部分是我自己新创造的，一部分就是我直接把你比方红山文化那个勾云玉佩直接拿来用，它也是能。但是是不是人过来了，这个就另说了。就观念、材料、工艺都能传播，但是是不是人过来就很难说。最近有学者说，商传人就是东北人过来的。商传人东北人有这个观点啊，有这个观点啊。我这个说实话，那本书的出版我还推荐了一下，就是不是我不相信他的观点，我是反对他的观点的，因为他是我朋友嘛。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说法嘛，可以他来提出来讨论，但我自己是不相信那个了。就是人是不是人就不知道了。现在就是你的问题可以分开来解，但是呢，我能回答的只是一部分。谢谢。好的。好，这位穿着汉服的美女，对。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来这边讲座。那我有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给唐老师的，一个问题是给主持人老师的。那唐老师刚才在讲座中呢，有参考青铜器的纹饰对玉器的寓意进行了解读，同时呢，您也提到商代的部分玉器具有礼器的功能。那同样作为礼器，我想问一下，商朝人对青铜器和玉器的使用是否存在刻意的搭配，还是说玉器归玉器一起用，然后
青铜器归青铜器即有。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给主持人老师的。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就很多人呢他们会说我们今天的艺术和审美呢是更加的多元化，而且内涵也更加的丰富。但是同样还有另一种声音说时代在发展，但是艺术和社会审美在倒退。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理解这个议题的？另外，我们跨时代的艺术是否可以或者应当进行比较？谢谢。商朝人对玉器、青铜器，其实还包括骨器、骨头，它都有类似的做法和用法。你比方说哈，我们玉器里头，龙、虎、牛，这都是主要题材。同样的，在铜器里头，龙、虎、牛是主要的纹饰，这是一样的。骨器上也差不多，而且这种云纹用的特别广。刚才我用的是云纹嘛，所以商朝人在就是器型和纹饰上，它不是特别的去区隔什么材料，但是在至于说这种原材料上，它可能是不一样。你比如说玉器，它做的玉器跟铜器做的比较难，但骨器就相对容易。但是骨器呢，它做不大。你说最大的骨头不就是象骨头，或者是，对，咱不知道龙多大，龙是天上的，找不着龙骨头是吧？龙骨就是假猛犸象最大的是吧？那是更新世时期的，那可能那个时候他挖都挖不了，因为更新世纪都成化石了。那时候没有铁器，它很难挖的。所以但是呢，它这个就是云雷纹的采用，龙虎。特别是龙虎，当然还有牛的这个使用，在不同材料的都有，所以可见它的观念、设计、思想是没有特别明显的分别的啊，大概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好的，那个关于主任那个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审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甚至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审美。你比如我们今天看我们90年代大家穿的衣服，你回头看一下你90年代的照片，你会突然觉得很土，是吧？掩不住高山流水，岁月的疾驰，遮不住江风雨火。时代的澎湃，脉动着我们的传承。未来的呼啸，充盈着心中的力量。以敬畏与谦卑之心，富有诗意与温度，表达人性，闪耀光芒，衔接过去，启迪未来。知美学堂，传承中国艺术之美。